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今年的6月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日内瓦首次见面。那么这次会议被认为将会决定美俄关系的走向。那美俄会走向更为激烈的对抗，还是双方关系呢逐步缓和，让美国能够集中精力对付中国呢？那么这次会谈，还有人认为呢，有可能美国和俄罗斯之间不但会缓和关系，甚至呢，美国意图拉拢俄罗斯，成为和中国对立的一个潜在帮手。那么这样的两个猜测，我个人看法，双方缓和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乌克兰内战爆发之后，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欧洲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极大的影响。那么北约国家欧盟和美国呢，相继对俄罗斯发起了制裁行动，给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政治经济压力。那么现在两国总统要会面了，他们会谈些什么？大家都会很关心。最终谈成的结果如何？这个呢，也是各国媒体非常关注的焦点。美国会不会和俄罗斯形成新的联盟关系？我个人看法不大可能，但是缓和关系是有可能的，因为美国在欧洲地区投入的战略资源过多，它的负担也比较重，但双方呢又不敢开打，特别是美国方面和俄罗斯正面对抗，对它没有任何好处。那么如果双方在这方面缓和了关系，对美国把更多的战略资源撤到东亚，特别是西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地区，对于美国对付中国而言，可能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要想结成盟友，而且呢，希望俄罗斯来帮助美国对付中国，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美国和俄国的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不可调和的。美国需要在欧洲有一个敌人，而这个敌人只有俄罗斯。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俄罗斯的主要部分在欧洲，它的军力呢又比较强大，对欧洲构成了比较大的威胁。俄罗斯想加入欧盟，但是欧洲一直是拒绝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如果把俄罗斯纳进来，那么肯定是很多决策以及行动都会受到影响。那么一旦俄罗斯加入欧盟，有一个问题就不得不考虑了，北约的军事联盟还有必要存在吗？那么如果北约不存在了，对谁的影响最大呢？不是欧洲国家，而是美国。美国必须依托北约来对欧洲各国实施控制。如果他在欧洲地区没有了驻军，你怎么来控制欧洲？这个可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因此美国必须在欧洲附近树立一个强敌，才有可能把欧洲各国拢在一起，形成这么一个军事联盟。那么俄罗斯不仅有强大的常规武器系统，还有更为强大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主要是用于对付美国的，同时呢，必要的时候它也可以用于威慑欧洲。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欧洲就不得不依靠美国的核保护伞以及美军的常规武装力量为他们提供相应的保护。美国一直对欧洲国家的军备发展耿耿于怀，他们的国防预算一般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甚至1%以下，而美国希望欧洲各国把他们的军费开支呢提升到2%以上，这个是双方目前矛盾比较大的地方。欧盟作为各个国家的联合体，不希望把大量的金钱用于开发武器装备，或者是用于平时的维持费用。那么美国就势必要在欧洲地区投入大量的军费以及相应的驻军。这一点呢，可以说对美国而言是比较矛盾的。它既要控制欧洲，用一定的武装力量来控制欧洲，同时呢，又希望欧洲能花更多的钱来购买武器装备，自己开发也好，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也好，这个都是美国的军火集团迫切希望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要想和俄罗斯改善关系，顶多只能缓和，而不可能形成盟友的关系。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形成盟友关系，对它的总体战略而言是不利的。那么美国它必须在欧洲地区树立这么一个敌人，但这个敌人呢也不能太强大，因此美国最终的目标是把俄罗斯进一步肢解。苏联很强大，被肢解以后，现在真正能够跟美国、北约
相抗衡的国家呢，只有俄罗斯了。但是俄罗斯现在还掌握着大量的核武器，包括它的弹道导弹核潜艇、陆基的机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这些武器可以说已经足够摧毁美国和欧洲多少遍了。那么要想把这个威胁消除，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俄罗斯进一步的肢解，变成中等国家。那么中等国家想维持这么多的核武器，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乌克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苏联解体之后呢，乌克兰有大量的核武器，那么这些核武器乌克兰不需要，他也花不起这个钱去对它进行维持，因此全部都销毁了。销毁还花了一大笔钱，谁出的钱呢？美国人。现在就轮到了俄罗斯了。那么俄罗斯国土面积很大，人口数量呢，目前也是占欧洲的第1位，它的核武器更是在世界上占第2位。要想彻底解除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中等国家，甚至是小国，才能最终解决美国的后顾之忧。因此，这次谈判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是不可能完全缓和的。要想把它变成美国的盟友，这种可能性几乎是为零。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